胡家收留你，不是让你纠缠二郎的。想要嫁他，也得掂量掂量自个儿配不配。舅母何出此言啊？哎，我家二郎可是金贵的读书人，得夫子看重，日后必有一番作为。你想要攀高枝儿，也不稀奇。呸！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长得好看有什么用？妖里妖气，一看就和你那早死的娘一样，不是什么正经人。上回二表哥去学院前说认定我了，定是你勾引他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小贱人。他说心悦我许久了，还说要娶我呢。我绝对不会答应的。我，你个小贱蹄子！王氏气得不行，抄起造屋的扫帚就要打他。于听婉半点不见慌张，甚至都没躲，眼下眼底的悲悯，红唇微张。我拒绝了。啥？可他就不死心，管管他吧，这样真的很烦。王氏喉间涌起一股腥甜，险些被气得吐血。于听婉，他竟然看不上二郎。你就嘴硬吧。娘！胡家大郎的媳妇儿小许氏挺着肚子从外头匆匆赶来。娘，我听隔壁婶子说，前头大雪封了路，怕是赶路的大郎、二郎还有爹这几日都回不来了。哎呦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哎呀，天都冷成这样了，夜里更是不得了，农田恐怕会受损不说，被冻死的人还算少了吗？哎呀，当家的和大郎皮厚实点，动一动也没什么。哎，可是我家二郎金贵呀，身体如何能受得住啊？哎呀！这老钱婆！小许是气得不行。要不是读书郎从镇上学堂归家，王氏舍不得让他走路，非要让胡大柱和他家大郎驾着牛车去接他，男人怎么会受这种罪？可他偏又不敢将情绪透露分毫，毕竟这个家里谁不想沾读书郎的光呢？娘，爹是有主意的，见情况不对，不可能还留在原地过夜，只怕会回镇上等消息，您就安心吧。对，哎呀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哎呀，可是这镇上花销大，住宿吃饭哪个不花钱呢？他们可没带什么盘缠。哎呀，这都快过年了，学堂也关了，又进不去，这要是风餐露宿的，哎呀，我家二郎哪能吃这种苦啊！哎呦，小许是眼神闪烁，不吭声了。天儿寒，他脸上都生了冻疮了。男人出门的时候，小许是咬咬牙，塞了自己偷偷藏了半年的私房钱，让他买擦脸的面脂。就怕大郎这个蠢的，可别转头给了公爹去凑住宿钱吧。就在两人各存鬼胎，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正在烧柴的于听婉淡淡出声：“他们带了。”啊？你如何知道？因为是于听婉提醒的，他早就知道会封山，而且会封上1个月。在舅舅出发前，他便悄悄地提醒，出门在外就怕有什么意外，镇上没有亲戚，还是得多带些银两。他还知道王氏贪图钱财，很快会趁着舅舅不在家，强行把她嫁给60岁高龄的董乡绅。说是嫁，不如说是卖。西林村地处偏僻，为穷极之地，没有那么多规矩，只要收了聘礼，办几桌酒席，就能让男方把人领走。果不其然，王氏眼珠子精明又贪婪地动了动。早就受够了当家的对这死丫头的维护。不如……王氏按捺下疯狂跳动的心脏，大步朝外去。哎，你和这娘去哪儿？于听婉望着灶堂内火光跳动，一闭眼就是他仓皇无措地跪在王氏面前苦苦哀求的画面。求舅母疼疼我不嫁他。他低三下四，王氏却摆着高高在上的嘴脸，试图摧毁他的希冀。哎呀，我也是为你好，我还能害了你不成？婉娘怎的不领情啊？啊，是，董老爷孙子都和你同龄了，可年纪大的会疼人呐。还
还有小许氏，摸着发间董家给的金簪，笑得畅快淋漓。这血下的好啊，封了山爹回不来，没人能救你，你不嫁也得嫁。模样好又如何？你和你娘一样，就该被男人糟蹋。这两人没一个是好的。于听完仿若一脚陷入冰窟，浑身被冻得麻木僵硬，胳膊被人擒住，头发稀疏的董乡绅扔给王氏一袋银子，拖着他就走。他疯狂挣扎，剧烈反抗，却惹恼了董乡绅，扬起手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。信不信老子在这里就办了你？他去媒婆那儿。媒婆？娘真是容不下你，要把你嫁出去。小许氏是去年嫁进来的，见于听婉的第一眼就格外戒备。同为女子，谁会喜欢生得比花儿还娇艳的于听婉呢？偏偏公公对这个死了爹娘的外甥女儿心生怜惜。哼，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，勾搭小叔非你不可呢。娘那般厌恶你，给你找的亲事能有多好？这大雪封路1日2日也就算了，要是10天半个月呢？等王氏收了聘礼，把于听婉丢出去生米煮成熟饭了，爹不认也得认。娘给爹生了2个儿子，爹就算有再大的怒火，还能休了他不成？可见啊，你的好日子也到头了。见于听婉依旧没有反应，小许氏只当把他给唬住了。这些年你的胡家收留，日后出嫁也免不了走动。但凡你有良心，别忘了胡家对你的好。见于听婉若有所思的模样，小许氏眯了眯眼。你别是不乐意吧？我就知道你是个白眼狼。嫂嫂误会了，我只是在想如何做才能不辜负胡家恩情。这还差不多。我知道嫂嫂是出了名的孝顺。于听婉一边慢悠悠地说着，一边给小许氏倒了热水。我虽事事不如，也得向嫂嫂看齐。这小贱人嘴上是抹了蜜吧？也是，毕竟她不讨喜，还得求着我在娘面前美言几句，给她相看一门好亲事。我呀，得学着嫂嫂，偷偷摸摸私下补贴娘家。你胡说什么？于听婉好似瞧不见他的一惊一乍，低头去看地上的碎片。我的事儿就不劳嫂嫂指手画脚了，嫂嫂还是担心自个儿吧。3日前嫂嫂娘家兄弟过来，嫂嫂好好的人不做，非要做贼，趁着舅母不在，去地窖装了10几颗白菜萝卜。唉，嫂嫂刚嫁进来那会儿补贴娘家，背地里送粮食，被抓了个现行，被舅母用金条抽打的险些下不来床。嫂嫂怎么还不吃教训啊？小许氏耳中嗡嗡响，顿时方寸大乱，再也没有了先前的神气。你敢威胁我？哎，嫂嫂放心，我嘴严着呢。昨儿你背地里骂舅母老钱婆的事儿，我都没透露半点儿。只是什么？只是家里的碗就这么几只，嫂嫂发脾气砸了，这件事儿我可没法帮忙兜住啊。我分明是没拿碗，你还好意思提？要不是你端水过来，我好端端的怎么会摔了？小许氏不敢再作妖，等粥熬好，于听婉用起了招式。可这份清静并没有维持太久，外头很快响起了嘈杂混乱声。还有气啊！这浑身血淋淋这样，这实在是吓人啊！快，把人送到钱老头那里医治。要不是顾忌身子重，怕人多受冲撞，小许氏早就跑出去瞧了。可对面的于听婉神色平静，夹了一块咸菜配粥，就好似天塌下来他都不会眨一下眼。你就不好奇吗？切，这个怪胎！哎呦，方才抬过去的是当年被顶上去服兵役的那个魏家小子，不是说死了吗？呀，许神命大，活了下来。哎，
可是魏家早些年就领了朝廷发的抚恤银呐，每月还能领半分军饷，3斗大米。哎呦，这真是走了大运了。朝廷对阵亡士兵家属有补助，可银子一层一层的发下来，最后入了谁的钱袋就不好说了。尤其是西林村这种偏远地界。哎，我娘家那边也有人死在战场了，抚恤银和米的影都没见着，去衙门闹还被打得没了半条人命。凭什么呀？都是死人了，为什么待遇差这么大呀？可人家运道好，入了驻守西北边境的魏家军，魏家军可是常年立功的，那能一样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都说那魏将军如何有本事，这不还是死在战场当了个短命鬼啊？哎呀，你这话，魏将军也是你能编排的，他什么身份，你什么身份？你还是修修口德吧，这话要是传了出去啊，你家二郎念书也该念到头了。一说到二郎，王氏讪讪不敢再言。哎呀，我瞧着魏小子只怕是凶多吉少了。你看如今封了山，外头的人进不来，里头的人又出不去，没法去镇上找大夫呀。那钱老头平日看的也只是一些发热头疼的小毛病，收费还贵，只怕还得吃野山参吊命喽。哎呀，你嘴里的抚恤银和米可都是在魏老太手里攥着的，他舍得吐出一个子儿吗？是啊，魏老太的心肠毒得很。见不得人好的王氏终于舒坦了。哎，人是怎么回来的？是在山脚让人发现的。当时啊，那魏家二房婆娘得巧拾柴，看到一群人围着说有个外乡人从山林上滚下来了，他就凑过去看一眼，哎呦，当场就哭了，说那是他家阿郎。要不说呢，他也命苦啊。你看眼下这般，女儿半年前又没了，这二房啊注定要绝后。站住！整日就知道往屋里钻，鸡喂了吗？猪草割了吗？没有。那还不快去！病了，没力气。王氏愣住了，明明出门前于听晚还在和他呛，让他恨得牙痒痒。什么时候病的？就现在啊。这些年于听晚怕被扫地出门，任劳任怨，便是受了委屈也往肚子里咽，从未如此叫嚣过。王氏见惯了他的伏低作小，眼下火气层层层的往上涨。哎呦，嘴里没一句真话，可真是长本事了啊！你是不是还要我伺候你呀？也成啊。王氏气得浑身发颤，扭头朝边上的吴大婶倒苦水。哎呀，你瞅瞅，这外头都传我把这外甥女整日往死里折腾，可婶子你瞧瞧她什么德行啊！蹬鼻子上脸呐！哎呀，最轻松的活计都甩手不干了，也不知是哪个畜生传的，败坏我的名声。吴大婶就住在隔壁，怎么会不知道胡家的那点破事儿？要不是胡大柱护着这个外甥女儿，于听晚哪有命活到现在？这王氏可不容人。胡大柱不在家，他是将外甥女儿往死里折腾。胡家的家事，吴大婶可不愿意掺和，他连忙打了个马虎眼儿，匆匆离开。胡家给我容身之处，就和舅母说的那样，我这辈子就该当牛做马报的。小许是收拾好情绪，刚走出来，对上于听晚柔柔的眼神，他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可嫂嫂心疼我，生怕我身子撑不住，非说要替我干活。这怎么行啊？小许氏的肚子里可是他的金孙孙。嫂嫂仗着有身孕，整日对我嚣张挑衅。她也说了，她会反省。小许氏一肚子的火，可他敢说于听晚胡说八道吗？他只能僵硬地笑道：是我的错。他这个儿媳妇儿明明是个偷奸耍滑的老手啊！王氏错愕，这不应该呀。舅母这话说的，就不许嫂嫂懂事一回嘛。
乡下的墙壁都由石头和黄土堆砌而成，于廷婉住的房屋低矮逼仄，窗户老旧的隔板都能被寒风肆虐震动。于廷婉回了屋，眉梢的笑意寸寸淡去，他头疼欲裂，一闭眼就是他惨死的结局。自去年落水额头被撞伤以后，他脑海中总会不经意地看见一些画面，琐碎又不完整，可都是未来会发生的，也该是上辈子曾经历的。于廷婉缓缓垂下眼帘，他浑身都冷，骨头发颤。胡家是留不得了，可他又能去哪里？西林村四面环山，唯一能走的路又被封了。就算出了村，外头流寇强占姑娘的事儿还少吗？怎么偏偏舅舅走后他才想起舅母会害他呢？现在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于廷婉试图冷静，可心中徒留空洞和无尽的迷茫。看什么看啊？嫂嫂，你瞧着有些晦气。小许是无语，你还特地过来咒我，有病啊！他怨怼，恨不得抓花于廷婉的脸。偏偏此刻发现不对的王氏裹挟着怒意追了出来。哪个爱钱刀的把碗给摔了？是嫂嫂。小许是呼吸一滞，他甚至晃了晃。哎，嫂嫂抖什么？嫂嫂现在是双身子，才一个碗怎么了？只要你高兴，把家里全砸了，舅母都得认。王氏的脸黑了，这是什么话？碗不要钱啊？他难道还要上赶着讨好小许氏吗？那小贱人果然没安好心，可别落我手里。哎，往前倒还算好使唤，这几日也不知是吃错了什么药。王氏拾着抽人的细竹条，大步过来要收拾他。哎呦，造孽呀！你这蠢人！呸！娘，那小贱人自落水后快西门的。每次说他晦气，他真的会倒霉。上次说他晦气，他身上就莫名的起了密密麻麻的红疙瘩，养了足足半个月。上次说他晦气，是大郎喝醉了酒甩了他一巴掌。小许氏已然有了阴影。邪门的于廷婉沿着村路走，没有急着去河边浆洗。他不能离开，那就只能想办法先拖住刘媒婆。于廷婉这张脸呢，这董老爷一定喜欢。刘媒婆走路带风，恨不得早早地促成了这门亲事。去董家必经路上，有人早已等候多时。哎呦，这不是婉娘吗？出落的愈发好了啊！婶子来了，可真让我久等了。哎呦，你寻我呀？那可是你舅母让你过来传话。婶子还去董家吗？哎呦，当然了，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去董家呀？是你舅母和你说了？说什么？说他千叮咛万嘱咐，就一个条件，只要有人愿意出20两聘礼，甭管是人是鬼，都能把我带走。还是说他和你狼狈为奸，是一路货色？哎呀，你这话可实在不中听啊！皇室想让你后半生富贵，这也是为你好。婶子，董乡绅年纪比你都大了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呢？这男人磕子要啊，照样是生龙活虎。哎，你进门后就是继母，这要是能怀上，那是皆大欢喜；要是怀不上，这不还能捡个现成的吗？婶子好一张巧嘴啊！别说原配离世不出1月，董家的白灯笼还没撤下。早些年他纳的那些个小妾，又都是什么下场？个个没到半年，就被折磨得身上没一块好皮，被席子一卷，扔去了深山，成了豺狼虎豹的腹中食。我和婶子无冤无仇吧？婶子为何要害我呀？哎呦，瞧你说的，那些人死了呀，是他们命不好，享不了福，和乡绅老爷何干呢？婶子这些年撮合了不少人吧？你这种小人，巧舌如簧，厚颜无耻，害人不浅，把不少好人家的姑娘推进了火坑。那魏家郎君在战场上可是沾过血的，让我想想，他要是醒来
得知亲妹子被你保媒嫁人后丧了命，你会是什么下场？哎呦，你骂我？这别人都说胡家的外甥女一身的毛病，我原先是不信的。嘿，我这忙上忙下的是为谁奔波呀？啊，你可别不知好歹。哎，没记错的话，婶子守寡有3年了吧？哎呀，婶子膝下没有子嗣，也没有牵绊，何必苦守着呢？就为了被村里人夸一句婶子忠贞厚道，男人死了也不改嫁吗？可他们哪里知道，婶子和公爹偷偷爬灰呢。哎，婶子私下的肮脏事儿，也不知哪日会被我一个不慎传了出去啊！你别胡说！哎，你公爹是不是嗑完药生猛如虎啊？哦，对了，婶子都这把年纪了，怎么肚兜上还绣鸳鸯戏水啊？还有啊，婶子屁股腚上的胎记也不知怎么长得就像蝴蝶。别说你公爹喜欢了，我也怪喜欢的。如此私密事，于听婉怎么知晓的？刘媒婆险些晕厥，她忍住站立，慌张张望了一下四周，嗓音哆哆嗦嗦：“别说了！”于听婉却毫不在意，满脸笑吟吟的。刘媒婆浑身发汗，头皮发麻，如何还敢再跟她耍心眼儿？你舅母心肠歹毒，容不下你，就妄图毁了你的后半生啊！那我可不是啊！那董乡绅一脚都踩进棺材了。姑娘正直韶华，自当与才俊相配嘛。哎，婶子人品不行，但也该掂量掂量被千夫所指、万人唾弃的下场，对吧？媒婆最会察言观色，怎还会不知道于听婉的意图？你要我做什么？嫂嫂看我做甚？没什么啊。哦，嫂嫂觉得舅母做的饭菜像猪食。小许是绷紧神经，不是，这你也能看出来？是舅母厨艺不精，可嫂嫂出去问问，哪家婆婆忙前忙后照顾儿媳的？你说这天这么冷，舅母怕动手，不想沾水清洗黄豆，那泡发的水也不舍得倒，直接就下锅了，这才让你吃到食子了。啊，或者是豆饭不合嫂嫂口味，你就不能忍忍吗？嫂嫂，你可别犯浑，你不吃不打紧，要是饿着孩子了怎么办？见小许氏眼里闪过心虚慌乱，王氏呼吸不畅。不就是不干净吗？还能吃死人啊？啊，真当肚子里有货，我就不敢教训你了。娘，我没有，我只是没有胃口。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啊！当初我让大郎娶你，等你生了后，照样也能让他休了你。他的弟弟有出息，还愁娶不到媳妇儿啊？小许是面色煞白，于听婉心里跟明镜似的。当初胡家为了供胡耀祖读书，可没钱给胡大郎娶媳妇儿，又遇干旱，那年饿死了不少人。小许氏是王氏用1袋米换来的，胡大郎一直嫌弃他模样不好，可不把他给唬着了。好了，舅母，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嫂嫂肚子里有胡家的骨肉，可别把她吓着了。哎呦，看这小脸白的，这要是让大表哥瞧见了，他倒也不会心疼。小许氏听到这话都要崩溃了。虽说嫁进胡家，可她从未站稳脚跟，娘家贫苦，父兄不争气，她在胡家就矮上一头。倘若这胎是女婴，哎呦，别哭啊！小许氏掩面，哭是没哭，还在酝酿中。你再说，这眼泪是真的要掉下来了。舅母就饶他一回吧，大表哥休妻再娶是什么光彩的事吗？今年收成好，家家户户粮食卖了钱，胡家手头也宽裕了不少。可家里养个读书郎不容易，明年的束修还没凑齐，这些都得存起来。外头1袋米可换不来媳妇儿了。要不是于听婉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，小许氏都要感动了。哎呀，嫂嫂也没做错什么呀，她不过是实在了些。这事儿归根究底就是豆饭难以下咽啊。
都是舅母你的错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啊，好啦，我做主了。舅母向嫂嫂赔个错，这件事就过去了啊！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啊？王氏眼前一片晕眩。哎呦，迟早要被这死丫头给气死！哎，轮得到你于廷婉做主吗？哎呦，明明几日前教训她都不敢高声吭声，难道这死丫头真中邪了？哎呀，不然这性情怎么会大变呢？不对。王氏倏然想起多年前当家的把于廷婉领回家时的情形，那时的于廷婉不就是个刺儿头吗？他死死地盯着于廷婉，却对上了一双冷淡的眼眸，视他为跳梁小丑，好似能将他看透。王氏后背蓦地发凉，他得早点把于廷婉送走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又出门啊？去拾些柴火夜里烤，也能暖和些。是这个理儿。哎呀，这今年也不知道怎么的，竟然冷成这样，这被活活冻死的人可不少呢。外头都在传啊，是老天爷要收人了。姑娘身上穿的旧棉衣并不合身，稍稍一动，袖摆就往下滑，露出了一截细白手腕。吴大婶定神去看，好家伙，手腕上的淤青晃人眼。哎呦，你这他还对你动手了？于廷婉愣住，顺着吴大婶的视线低头去看。不是。哎呀，他这个毒妇啊，真是。婶子误会了，这是我起夜时摸黑不小心撞的。你说你这孩子，我知道你是想帮着瞒是吧？真不是。你别说了，我都懂。于廷婉沉默了，余光却瞥见了不远处有个干瘦老妇人正看好戏似的朝这边张望。他认识此人，姓范，是西林村的大嘴巴，什么事儿经他的嘴都能快速传播。最重要的是，范婆子和王氏有局语。于廷婉当即面露凄凄。这点伤不算什么的，没什么比得了一家和气。我身为小辈，如何能计较？婶子，我不疼的，只要还能活着，就很幸运了。范婆子一激灵，这不就来活了吗？她一溜烟就往村里人最多的地方窜，眼里的喜悦怎么也藏不住。那个王氏又对那外甥女动手了，哎呀，那凶悍的样像要吃人似的，我是亲眼瞧见的，他抡起凳子就砸呀。哎呀，这要是放在往前胡大柱在呀，还能收敛些。哎呀，这回可就难说喽。对了，上回那姑娘落水，我就怀疑是这王氏给推的。哎呀，这王氏啊是脾气不好，可你们不和也不能这么诋毁他呀。哼，我还用得着诋毁他？他本来就是个心思恶毒的小人。哼，哎呀，你维护他做甚呢？哈，别是想把你家女儿嫁给他家二郎吧？嘿，你可省省心吧，他那眼睛都长到天上去了，还能和你做亲家？哼，上次人家还说你家孙女儿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。一个外甥女放在眼皮子底下养，不是亲生的磕带些又怎么了？可不是嘛，就是话糙理不糙。我呸！知道的是外甥女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找了个奴隶呢。再说你一个新媳妇儿，你懂什么？回去问问你婆婆，当年胡家做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。他胡大柱就这么一个妹妹，更别说他心里有鬼了。就是养着外甥女儿也是应该的。那些年长知道陈年旧事的人面面相觑，唏嘘着。那姑娘没事吧？哎呀，没事，还有一口气呢。就是不知道是婉娘先被王氏折腾死呢，还是这魏家郎君先被这钱老头给治死。哎呀，这都要过年了，这村里要是死俩人还怪晦气的。哎呀，也是了不得了，这种事儿还能凑对儿，了不得哟。是你啊，家里乱就不请你进去喝茶了，有什么事儿就在这儿说吧。之前托你办的那事儿如何了呀？你倒是给句准话啊！难不成乡绅老爷瞧上别人了，还是有意拿瞧，觉得20两贵了？哎，你可是收了我2枚蛋的啊！得给我把事儿说成了。哎呦，这谁不知道你男人看中这个外甥女啊？
啊，他若是提着刀寻上门来讨要说法，家中就我和公爹二人，这能拿他如何呀？王氏拧眉，岂料刘媒婆话锋一转，不过嘛，你也是忒小看那董老爷了，这20两在他眼里算什么呀？啊，要是入了他的眼，100两他也舍得。啊，啥？100两？他本以为20两都是狮子大开口了，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。我记得你家二郎是在镇上读书对吧？哎呦，这董老爷可了不得，和知县大人都有交情，若是得了他的眼，把二郎送去镇上读最好的书院，那也不过是他一句话的事儿。嘿，说不准啊，连束修都能给你免了。这几句话直接戳中了王氏的心窝。二郎得夫子看重不错，可镇上如何能和县上的书院比呀？是家里负担重，这才耽误了二郎。要是和董家结了亲家，他越想越激动。你大可放心，这事儿成了，我绝对不会透露是你牵的线儿。我男人为难不到你头上，没钱也少不了你的。还得劳您多上心。刘媒婆笑了，然而下一瞬，她狠狠地推了王氏一把，王氏不防重重地摔了下去，身躯陷入了雪地，冷得她一个激灵。哎呦，你他妈疯了！你才疯了呢！这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啊，你还算长辈吗？你还要不要脸了？也不怕你那外甥女的亲娘从坟里爬上来找你算账来。他嗓门敞亮，很快惊动了隔壁。这发生什么事了？为首的是西林村的李正，他的身后还跟着不少村民。怎么还打起来了呢？乡里乡亲的，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王氏见是他，眸色一颤，哪里还敢计较？没什么，我没站稳。哟，敢做不敢认是吧？啊，你也知道心虚啊？人是我推的，我没有扫帚把他赶出去，就已经算很给他脸面了。正巧大家伙都在，咱们来评评理。谁不知道他家那个外甥女儿生得跟朵花似的？当初要不是他娘，胡家能有现在吗？换成是我，早就把人当做亲女儿来疼了。可但凡胡大柱不在家，这晚娘哪有好日子过？我看呐，范婆子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当初晚娘落水，只怕是和他脱不开关系。王氏百口莫辩，于天晚没站稳，也能怪到他头上吗？这话可不能乱说，人心都是肉长的。那姑娘在眼皮子底下相处多年，大柱媳妇如何还会害她？是啊，我呸！哎呀，他掉钱眼里了，要把外甥女卖给董乡婶，非要让我牵线。有回我去胡家，这晚娘累得浑身都是汗，王氏非但不让她歇歇，还骂她笨手笨脚。这算什么？当初晚娘家里出了那遭祸害，小姑娘能死里逃生本就不易，刚来西林村没几天，就被王氏咒骂，怎么不和她爹娘一起死了？别说晚娘了，她对那个儿媳那都是非打即骂的。那小许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家摆酒席，她可是连吃带拿的。王氏愣住了，着实不明白刘媒婆为何翻脸不认人。不是，明明是你先。我说我是媒婆，我又不是贩卖郎。那姑娘才多大呀？我要把她推入董家？这董乡绅年纪大，私底下又有怪癖，那从他屋子里抬出来的姑娘可都是血淋淋的。若是我撮合成了，这事儿传出去，这10里8乡的人还有谁敢让我帮忙相看的啊？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，我怎么可能答应你的？好了，王氏，你家耀祖可是村里最有出息的儿郎，你这个当娘的别拖他后腿啊！凡事动动你的脑子，卖外甥女，这馊主意你也想得出来啊！这要是传出去，你家二郎在外头也甭想抬头了。哪有这般严重？董家如何不好了？这话你敢对胡大柱讲吗？真当我乐意掺和你们家的事儿啊？
劝你这几日收收心思，等一家人到齐了，胡大柱要是同意，我绝不拦着。可你若是背着他偷鸡摸狗，哼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滚！你个混账！别人是孝顺亲娘，你倒好，竟然找我要钱！哼，我没钱，一个铜板也不会给你的。娘，这是救命钱，我求你了，我不多要，我就要阿郎的抚恤银。哎呀，你个混账！治了也不一定能活，何必浪费银子？你媳妇犯傻，你也跟着犯傻？你就当他早就死在外头了不成吗？他是我亲儿子，是您的亲孙子。当初他明明未上征兵年纪，却被顶上。娘，你就真的没有羞耻心吗？我说你少说几句，娘也是为了你好。阿郎他若只是小伤小病，你别说娘了，我这个大伯也愿意掏银子，可他都被阎王爷给盯上了。当初抚恤金就是魏守财撺掇魏老太去领的，魏老太手里的不就是他的吗？还能让魏守忠拿走了？午夜梦回，大哥和娘是如何心安理得的？老二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啊？哎呀，得了，反正你大哥儿子多，养的也吃力，回头啊，你过继一个走，照样能给你养老送终。对，这事我和你大嫂早就商量过了，都没有意见。不给我就自己拿。哎，你敢动？你敢动就休怪我不认你这个儿子。魏守忠微顿，可他的阿郎危在旦夕。想到那日阿郎血肉模糊，身上的衣衫稍有不慎就能扯到皮肉，身上新伤旧伤层层堆叠，瞧着就可怖，也不知这些年吃了多少苦。最让人束手无策的是被利器所伤的口子，从前胸直接捅穿了后背，比拳头还大的血窟窿，光是止血就用了钱老头屋里的大半草药。惠娘守在一旁没日没夜的哭，倘若再尝一次丧子之痛，别说惠娘了，就连他都要疯了。念及此，魏守忠这些年积攒的怒火彻底爆发，他不敢耽搁，推开魏守财，直接一脚踹开了魏老太的房门，闯了进去。哎呀，你这是要我死呀！啊，哎呦！魏老太再凶横，可也上了年纪，如何能拦下一身蛮力的庄稼汉？他眼瞅着魏守忠搜出了钱袋，急得一手捂着心口。哎呀，你这是要我死呀！啊，哎呦！看到眼前这一幕，魏守忠是如何为了儿子奋不顾身，于廷婉垂下眼帘。还真是羡慕那魏氏。风刮得很大，姑娘背影纤弱，艰难吃力地往前走。茫茫天地间，于廷婉被衬托得格外渺小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呼啸的寒风中依稀夹杂着她的嗓音。哼，可廷婉的爹爹才最好呢。婆婆是有什么事吗？见她冻得说话打颤，李莲顺手将房门掩上，挡住了外头王氏的视线，还有呼啸的寒风。也没什么，来找你说说话。李正训斥警告王氏，并不是为了于廷婉，而是为了胡耀祖。村里要是出了个秀才，李正脸上也有光啊。事情闹大，当时又那么多人，王氏欲卖外甥女的事藏不住，只怕过不了多久就会传到于廷婉的耳朵里。李正也算做了一回好人，索性做到底，让李莲来一趟，安安于廷婉的心。呵呵，你是个体贴的孩子啊，这些年来也受了罪。你舅母啊，人心实则不坏，哪儿不好了你和我说，论辈分他也得喊我一声婶儿不是？可见是能训上几句的。你舅舅他们啊，只怕是没法回来过年了，家里没个男人，盯不上事儿。要是哪儿啊用得着帮忙的，只管说啊。于廷婉故作不知他的来意，只受宠若惊地看着他。李莲拍拍他的手，顺嘴问：好孩子，如今多大了？17了。那该许人家了。大柱这个舅舅啊，当得不称职，你舅母也糊涂。于廷婉若有所思，
胡家他不过是暂住，他没有家，早晚是要嫁人的。与其胆战心惊，怕被王氏陷害拿捏，倒不如他自己找。婆婆是要帮我撮合吗？你想得美呀！你那身世有几个正经人家能看得上？可李莲要面子，于听婉的眼神，他也有些招架不住。也行啊。婆婆是要帮我撮合吗？婉娘不如同我说说，你要什么条件的，我也好帮你留意留意。不如找个像你表哥这般温和有礼的读书人。读书人有什么好？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扛，腹有诗书气自华，在世家子弟中那是锦上添花。可寻常百姓除了科举出人头地以外，念几句酸诗护不住他。阿爹就不一样了，魁梧健壮，地痞流氓也不敢动他和阿娘分毫。要拳头硬的。李莲愣住了，怎么，你特扛揍是吗？眼瞅着李莲的脸色化为古怪，于听婉慢吞吞地补充，也得有担当，不能是不务正业的街边溜子，在家里得老实，不能打我。李莲若有所思，联想到于听婉的经历，心下有几分猜测，不免生了怜悯。推敲出利弊，他也不敢敷衍，慎重思索了一番。咱们村的朱家4辈同堂，人丁兴旺，4个儿子都没娶妻呢，生的壮士可都是下地干活的一把好手，后生可都是好后生。这朱家的儿子个顶个的孝顺，只是这朱家婆子生了病，日日吃药，拖垮了他们。这亲事才拖到现在。可一家人明事理，你要是嫁给大儿子，也就头几年辛苦些，日后还愁没好日子。不行，他吃不了这个苦。朱母病了，身为儿媳得踏前照顾，他得包揽家务，里里外外操持。别说熬药做饭，身为晚辈以及长嫂，他除了洗这4个兄弟的衣服，还得把上头老的衣服也一并洗了，简直比在胡家还要苦。那他图什么？她是嫁人，可不是去当苦役。婆婆还有别的合适人选吗？我这里嘛，倒还有一个。你也知道，每逢过年，我家会从隔壁高家村买猪，这一来二往，就和那吴屠夫有了往来。此人脾气孤僻，比你年长5岁，家里嘛就剩他一人，长辈早没了。虽说嫁过去肉是不愁吃了，可我总不能昧着良心把你介绍过去。那小子人不错，也大方，就是脾气有点孤僻，不爱说话。一身的腱子肉，人高马大的，瞧着就唬人。只是吧，这生来左手缺了一指，相当不吉利。实在是晦气，你说谁敢给他当媳妇儿？于听完眼睛一亮，还有这种极品？4指怎么了？凭着双手养活自己，哪里低人一等？我呀，这姑娘竟来真的，可她与吴屠夫站在一起，怎么看都不相配呀。看他哪日得闲，婆婆不妨安排我们见一面。成，你等我信儿。李莲刚一走，王氏就闯了进来，他阴沉着脸审视于听婉。你和李莲说什么了？想知道？一边猜去。哎呦喂，如今有人给你撑腰，你就无法无天了。哎呀，这山口前几天不是给止住了吗？钱大夫，您救救阿郎，求您开最好的药，钱要是不够了，我们夫妻再去凑。行了，你求我也没用，这血要是止不住，我也没办法呀。钱老头神色凝重，额间都是汗。去，上外头打几盆水来，烧开啊！好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钱老头长长松了口气。钱大夫，阿郎他怎么样了？你儿子有病。是，这不是在治吗？他刚才醒了。真的？别高兴得太早，
他刚刚问我有刀吗？我说没有，但是有剪子。他接过去的时候还挺有礼貌。好啊。哎，他要剪子做甚？他捅伤口。魏守忠愣住了。捅好以后，他又拔出来了。躺平闭眼之前还嫌我的剪子很钝。哎，你说他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要不是人虚弱使不上劲，他早就去借阎王去了。他看看榻上呼吸孱弱的魏慎，又看看一旁老实巴交的魏守忠，总觉得哪儿都不对劲。守忠，他真是你儿子？是啊，我和惠娘亲生的，还能认错呀？不是你们两口子长这样，他长那样啊。哎，我记得你家阿郎当年离开的时候，又瘦又矮的，长相也随你们夫妻俩，可不出挑啊。这话可真不中听。那我儿长得倔，也不是他的错呀。他入了魏家军，能顿顿吃饱饭，身上有油水，那身板还能不高大结实？哎，不过这话说回来呀，别说叔你觉着眼生，若是我路上见了，也不敢认呐。也就是惠娘那日眼尖，瞧见了他手上那死死捏着的平安符，那还是当年他走前惠娘亲自去庙里求的。当时啊，怕孩子给弄丢了，特地用线头缝得严严实实，好挂脖子上。都说这死也不能死在外头，这孩子只怕是回来落叶归根的呀。他这么一提，钱老头有了印象。是了，当初魏慎陷入昏迷，还死不撒手来着，可见他把这个平安符看得比什么都重。不合时宜产生的疑虑，随着这句话退得烟消云散。娘，真不叫他吃啊？饿一顿还能死吗？李正当着大家伙的面将我一顿训斥，我这面子里子都没了。萧许是暗自思忖，可你这不是活该吗？那刘媒婆也是怪，竟然敢得罪我，先前还一嘴一句秀才娘，这怎么转眼就不认人了呢？哎，这些年他害的姑娘还少吗？多个隔壁的小贱人怎么了？对，就是。萧许是很认同，偏偏他不能把于听婉怎么样。听到敲门声，萧许是慌神，扭头朝外看，就见于听婉站在了门外，不知站了多久。怎么说人坏话都不会收声啊？哎呦，这是我家，我便是指着你骂，你都得受着。算计落空的滋味如何呀？你也别得意，迟早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原先我想着忍忍再忍忍，没能力前还得伏低做小，可凭什么呢？我如今想明白了，步步退让只会让你这种人得寸进尺。嘿，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，最好冻死在外边。没有胡家哪有现在的你呀？别人都说你懂事儿，全都是装的。我倒是要看看李正还站不站在你那头。是，我是对你不好，但又怎么了？养一条畜生还会冲我摇尾巴呢？你呢？舅母的脸皮是有多厚，才能在我面前盛气凌人的？你非要和我撕开脸皮，无地自容的总归不是我。我要是舅母，但凡还有廉耻之心，也该收收这副令人作呕的丑恶嘴脸。小许是大气都不敢喘，这死丫头是吃了炸药吗？这些年我一直很纳闷，当初爹娘丧生火海，余家也被烧得只剩灰烬，衙门的主捕快怜我，可家里孩子多，实在没法多养。一番周折，寻上舅舅，舅舅来时见了我便哭了，说要接我走。我虽年幼，可从未听阿娘提及娘家还有兄长，那些年也从未有往来过。只知他当初走投无路被阿爹救下，两人成了婚，可见他和胡家是有局龉的。我那时小，能怎么办呢？阿爹阿娘舍命救下我，我就是让我好好活着，故我不能被扫地出门。可几日前我进山，无意间听到范婆子说了些话。
你要让我一字一字说给舅母听吗？哼，舅母敢听吗？你说我要是跑到二表哥的夫子面前提上一提，不成，二老未牵涉其中，你不能害他。可当年我娘不也无辜吗？她不也照样被牺牲了？王氏看他的眼神都变了，有了惊惧。当初胡大柱为了此事险些休了他，要不是刚出生的大郎病重需要人照顾，只怕他早就被扫地出门了。我呢，这几日思绪很乱，实在打不起精神去理。我劝舅母，最好还是夹着尾巴做人。那夜之后，王氏安分了不少，可他这种人不长记性。记住了，我要的草药长这样，这是能止血消肿的，你家阿郎用得上。哎，好。行了，分开找吧。虽说分开，可两人之间的距离并不算太远。你那婆婆的一张嘴呀，真是又脏又臭，看着就生厌。惠娘神色黯淡，死死咬着唇。她骂你也就算了，竟然还骂我。断肠草药吗？这是要给阿郎以毒攻毒。给你婆婆吃，毒不死的。于听婉从一侧一瘸一拐钻过去。你能给我一株吗？钱老头一惊，这怎么还有人？嘿，我舅母也怪需要的。惠娘暗忖，这都是些什么人呢？哎呦，这可使不得，那断肠草吃了可是会死人的。我就吓吓他，可我没钱，我能赊账吗？哼，你知道我姓什么吗？啊？于听婉最后没拿到断肠草，垂头丧气的抱起他的大山药准备离开。哎，等等，你这山药卖吗？那你出多少？10文。就这么点钱，打发谁呢？他要是拿到镇上去卖，至少能卖20文，可路还封着。于听婉身上真的1文钱都没了，手上的冻疮被他抓破了，又痒又疼。隔壁吴大婶家的媳妇儿用的药膏给他涂过一回，效果极好，可那1小瓶就要12钱，据说是镇上买的，这会儿可买不着。但他可以给钱让那吴家小媳妇儿匀上半瓶，不然这双手得废了。得了钱，于听婉把山药给了钱老头后，准备下山。他慢吞吞走着，生怕再摔了。身后传来惠娘的唏嘘：哎，那姑娘呀，模样真俊，等我家阿郎身子好了，也要给他聘个漂亮媳妇儿。我呀，就盼着他们小两口能和和美美的。还是别了吧，就你儿子那样的，比狼崽子还狠，没准新媳妇刚一进门就被捅了，丧事喜事都能凑在一块儿办了。于听婉满脸写着问号，他心中暗自嘀咕，那魏慎不是去当兵了吗？怎么行事作风还跟个野蛮的土匪似的？哎，你那表嫂娘家亲戚来了，你可要在我家坐坐，晚些回去。她快生了，娘家过来看望也不稀奇。他虽这样说，可比谁都清楚许家人过来的缘由。这几日风雪大，许家房屋简陋，屋顶都被掀翻了，如何能避寒？家里也就二郎那间屋子空着，可里头有笔墨纸砚那些金贵物，我除了打扫都极少入内，是不方便让亲家住的，只能委屈亲家了。不会。徐母眼底有愤愤，有个读书郎儿子了不起呀，可他又不敢得罪。我们呐，都是乡下泥腿子，5大3粗的，没个分寸。这要是弄脏了弄坏了，那可如何是好啊？是不是？这来前呢，我也和娃说了，胡家的叔叔啊，可是以后的秀才郎，是顶顶有出息的人。这话是数不尽的恭维，也顺了王氏的气。这时于听婉进了院子，她墨发凌乱，衣裳也被刮出好几道口子。哟，于表妹，你这是怎么啦？需要帮忙吗？哟，于表妹，你这是怎么啦？需要帮忙吗？这是小许氏的二哥许奋，最是油嘴滑舌。许家拿不出钱给他娶媳妇儿，他就四处挑戏姑娘，
去岁他还上门提了亲，被胡大柱用扫帚给打了出去。让开！一来没见着你，问了才知道你去捡柴火了。哎呀，瞧瞧你都冻成什么样了，这手都勒红了，我看了心疼。小姑娘生得美，雪肤细腻如瓷，又长开了不少。许奋眼都要看直了。他知道胡家人看不上他，那又怎么样？这次能住进来，便是娶不到于听婉，摸摸小手，亲亲小嘴儿，也是知足的。于听婉冷笑，前世的记忆破碎，他并不知道许奋的结局。可许奋这种人浪荡不堪，私下便是寡妇都要勾搭，迟早要翻船。你瞧着，有些晦气。小许氏听到这句话，已经有心理阴影了。婉娘想来也是累了，着急着回屋歇歇。二哥有什么话晚些再说。他倒是长了记性，于听婉视线一一扫过院子里的人，最后在那闹腾的许家小子身上停留片刻，这才回了屋。关上门的那一瞬间，他听到了许母的埋怨：哎呀，这婉娘的脾气呀，是越来越大了。我家老二也是好心呐，是不是？王氏会信这些吗？可他懒得拆穿。站住！别跑！确信夫人，不要惹老爷生气。站住！最后受罪的还是你。乡下来的就是没有规矩。追着于听婉的都是董家帮佣。于听婉眼角含泪，拼尽全力朝人多的地方跑，不敢停下来。他视身后的人为洪水猛兽。空中旋风飞纸钱，这条街处处都贴着丧联，挂着丧幡，处处可见哀悼的悲。直到一抹鲜艳的红在绝望中跌跌撞撞而来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于听完猛地从画面中回神，再无睡意。他不敢再回想，窒息感涌来，心跳如鼓。属于前世的无助悲凄，像是密不透风的牢笼，以无可抵挡的气势将他淹没。小姑娘揪着心口处的衣领，呼吸困难。她迫切地想要离开胡家，一刻都不想等了。爹，我们回来时路上撞见了楚夫子，他见耀祖还留在镇里，有意请他去家里过年。可见楚夫子多看重耀祖，他当大哥的能不激动吗？胡耀祖也欢喜，可同样为难。只是我去了，就不能陪爹和大哥过年了。哼，我身边有你大哥，用得着你惦记？胡大柱也激动，可到底比胡大郎稳重。这是好事儿，多少人求都求不来呢。楚夫子平时就照顾你，登门可不能空着手。回头看看，拿些什么东西过去，家里可就指望着你出人头地呢。胡耀祖忙应下。胡大郎又向胡大柱吐露打听来的消息。将近年关，来镇里置办年货的人很多，这条路被封了，像咱们这样回不去的人可不少。还有每年收购药材的商队押送货物的镖师，客栈都满了，得亏咱们订得快。附近巡逻的士兵又多了，听说再过些时日啊，边塞那魏将军的棺椁还得从泽县过，那儿离咱们这里不远，街道有好几处都挂起了白灯笼，上京那边更是派了不少官员过来接。仗打赢了，怎么人就死了呢？他还要说什么，却见胡大柱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，反倒紧锁眉心。爹刚才还高兴，这是怎么了？应当是惦念婉妹。你就不惦记？胡耀祖的脸倏地红了。我是忧心你娘亏待她。不知道的还以为表妹是爹的亲闺女。你小姑去得早，我多疼她有错吗？还有啊，你那媳妇儿心眼儿多，等她生了你也得管管。只要捂住于听婉的嘴，避免她呼救，我照样能够胡作非为。徐奋眼底的贪婪无处遁形，想到于听婉的脸，他浑身都热了起来。咔嗒一声，里头锁着的门栓被他拨开。也就是这时，屋内燃着的柴火直直朝他脸上招呼。
头发棉衣跟着被点燃，灼烧感锥心袭来，他的惨叫刺破寂静的夜幕。许奋头发被烧焦，脸上也留下明显的烧痕，他身上的火是在雪地里滚了一圈后才灭的。这会儿劫后余生在地上喘着粗气，许家人脸上全是怒意。许母冲上前，唾沫横飞。有什么不能好好说呀？我们是住在胡家，可也不是随意让人欺辱的。他欲对我行不轨。王氏哪想到许奋会这般胆大妄为，惊诧之余更遗憾他竟然没有得逞，真是没用。不管如何，你出手伤人就是不对了。要是你许二哥出了个好歹，你让我怎么交代？进你屋就是想对你动手动脚啊！我要是扯你衣服了还是摸你了？你装什么呀装？你要是不勾引他，你要是正经，我儿能摸黑找过来。这些话粗鄙，要是换成别的姑娘早就羞愤欲死了，可于听婉没有。于听婉，你同我二哥有多大的仇，要这样害他？总之啊，这件事要是没个交代，你也别想好过了。这边的动静不小，便连李正都惊动了。哎呀，这许奋之前来提过亲，胡大柱没答应，谁曾想他死性不改，夜里竟想钻进婉娘屋里。他娘如今在里头撒泼呢，说许奋伤成这样，和婉娘脱不了干系，说这屋也撬了，婉娘清白不到哪里去，还威胁婉娘说，若想要名声，就给许奋当媳妇儿。呸！真不要脸！这是想空手套白狼。李正沉了沉脸，刚入内就见地上面色黝黑、其貌不扬的许奋。许奋这会儿很得意。嘿嘿，于表妹，你就从了我吧，咱们都这样了，何必再让大家看笑话呢？你敢打我儿？就你这种混账，也配肖想我？哎呀，婉娘啊，我看许奋这孩子对你上心，这事儿确实是他不对，一时糊涂这才。可今夜过后，你不嫁他还能嫁谁呀？你便是清白也说不清楚了。依舅母看呢，咱们两家不如亲上加亲。说够了吗？出事到现在，舅母只会向着许家，没为我说过一句话。也对，舅母见不得我好，的确急着要把我推进火坑。哎呦，你怎么会如此看待我呀？舅母一开始就埋怨我伤了她。哎呀，那到底是你表嫂的亲兄弟。舅母的意思是我得咽下这闷亏，他夜闯进来，我不该反抗，便是被欺辱，也得看在表嫂的面上息事宁人吗？王氏瞪大眼，眼瞅着李正脸黑了，连忙否认。哎，可不是啊，我是说胡家就那么点地儿，我又在你隔壁住着，你喊一声我就能来了，如何会让你吃亏呀？如今这闹得整个村子都知道了，对你一个姑娘家有什么好处？这话让在场的大多数人都点点头，毕竟家丑不可外扬。我要是不出手，被这畜生玩意捂住嘴，只怕连呼救的机会都没了。即便我呼救了，我也不信你会救我。舅母还不明白吗？我宁愿名声被毁，也不愿把命交到你手里。名声怎么了？算什么东西啊？有什么比保全我自己还重要的？哎，你竟敢！够了，还嫌不够笑话吗？王氏，你是当舅母的人，许家要是个好人家，我也不说什么。可他许奋是出了名的混混。嘿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这是西林村，婉娘是我西林村的人，轮得到你说话？管你是不是走亲戚的，我这个李正要是做主，把你们一大家子赶走，也没人敢说二话。今日这门婚事要是成了，日后那些娶不上媳妇的泼皮无赖，岂不是全打着算盘，趁着夜深人静往我们村子姑娘屋里钻？我能开这个先例吗？一时间，所有看热闹的人都屏住呼吸，化为愤愤。是啊，这可不只是于听婉的事，谁家没有女儿啊？于听婉背脊仍旧挺得笔直，其实他也在后怕。要不是他难眠，要不是
他不敢再多想。你儿子是个畜生，我看一眼都嫌晦气，说一句话都嫌脏。别说今儿他算盘落空，便是得逞了又如何？错不在我，羞愧亦不该是我。当我是那些脸皮薄的姑娘吗？出了事儿被你们肆意摆布，还不敢吭声。贱人，你也有脸嫌我？我都没嫌你娘！快闭嘴吧你！后面的话他没能说出口，被小许氏吓得死死捂住了嘴。于听晚他娘的事情是胡家的禁忌，小许氏从醉酒的胡大郎嘴里得知后，没有管住嘴，回娘家后就顺嘴说了出去。我娘怎么了？说呀，让她说。小许氏战战兢兢，别说王氏变了脸色，在场的人情绪都跟着古怪。我于听晚要嫁，对方也得是光明磊落、行得端、坐得正的人。你说我勾引他？这是什么笑话呀？我勾引他，是看上他丑啊，还是为了去穷的叮当响的许家当牛做马？哎，又或者是瞧他有本事，一大把年纪只会偷鸡摸狗、卖弄自以为是的聪明。哼，我怕什么？便是报官，我也不怕的。什么？你要报官？你要是敢害我家老二，我扒了你的皮！要发疯回自己村发去，搁这儿是你家呢，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敢这样，真以为西林村的姑娘好欺负？就是当我们好欺负的。滚回去！随着这一声落，村民齐齐抄起院子里的家伙，将许家人围住。许父惊慌了。哎，你们这是要打人呐？他上了年纪，较浅，在许奋轻手轻脚离开灶屋时就醒了，可他从头到尾都没拦。这会儿恼许奋没用，一个娘们儿都对付不了。婉娘，你要是不愿意嫁，我们也不强求，我让二弟给你赔个罪，你也别抓着这件事儿不放。啊，赔罪啊？那我把许奋阉了，回头给他赔个罪，你看成不？这会儿天黑，不好赶路，也就算了。王氏，明天一早，许家人必须离开。王氏有些不情愿，人一走又是他自己干活，可李正说的话他不敢反驳。不成呢，我们房子都不能住人，能去哪儿啊？天冷成这样，不就是让我们一家人去死吗？那就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了。落难来投奔，一家老实也就算了，偏偏还一肚子心眼儿。便是那王氏愿意让你们住下，我们也是不答应的。这种亲戚，换成我呀，一辈子都不愿意往来。就是，那就去死啊，免得再祸害别家姑娘。婉娘啊，这到底是丑闻啊！我知你受了委屈，许奋生了歹心，可到底没成事啊。如今他也伤成这样，衙门是不管的，闹大了对你也不利。这些年你舅舅待你如何也无需我提，你不在意被外人指指点点，可总要为他和耀祖考虑啊。你呢是个好孩子，应该不会让他们为难的。这件事啊，我们身为外人到底不好处理，你看这样成吗？不如先放着，等你舅舅回来，他要怎么料理许家，我绝不拦着。于听完也不意外李正会和稀泥，也是，出事的又不是他女儿，是做不到感同身受的。他一个双亲死了的姑娘，如何能比得上读书郎啊？他还不至于蠢到和管着西林村的李正硬碰硬。他半垂着脸，似在纠结。李正见他前一秒还在咄咄逼人，这会儿有松懈的意象，神色也跟着温和。是有什么困难？胡家我是没法住下去了，先是董家，又是许家，下一个又是什么？他的担忧不无道理。李正对王氏的所作所为也很失望，别说于听晚不放心，便是他也不放心。这事儿好办，你舅舅回来前，你就住我家。家里是多了一张嘴，可等胡大柱回来接于听晚，也不会白白占他们便宜。于听晚却是没有应下，他搬出胡家就没有打算再回来，住在李正家里得应付一大家子的人，
进进出出也不方便，他也不愿意欠人情。李正见他迟疑，便说：你若是怕添麻烦，村里倒是有个空置的老屋，虽然年久失修，但收拾收拾也能住人。于廷婉当晚就搬进了老屋。婉娘，我有个侄儿，他……哎呦，范婆子，你做个人吧，你那侄子是个哑巴，你还想介绍给婉娘？哎呀，去，哑巴怎么了？要不是侄子是哑巴，他还看不上于廷婉呢。哼，孩子，我是真觉得你们合适啊。于廷婉暗忖，我还得谢谢你啊。哼，这不会说话吧？哎呀，他也有不会说话的好处啊。啊，什么好处啊？范婆子一梗，接不上话了。于廷婉只好贴心的替他回答。这日后若有了分歧，他都没本事和我吵。对。哎呀，我还有一个侄子。你可闭嘴吧！你另外这个侄子就更不行了，心智不全。哎，都28了，还会拉裤子。上次你给他洗那裤衩子，他转头光着腚就跑出来了。哎，我都看见了，那玩意儿跟针一样细。真的假的呀？笑死人了！乡下人说话也没个顾忌。于廷婉虽未经历情事，可也知道寻常夫妻要做亲密事。胡家小，每次胡大郎和许氏房里闹出动静，都会吵到他歇息。何况乡下野犬不少，于廷婉也不是没有见过公狗爬在母狗身上。于廷婉光是想想就头皮发麻。细不好吗？那不然得多疼啊！这要是细的，完事了都会以为他没进来。嘿，对，就找细的。于廷婉受到了启发，他要找就找细的。虽这么想，可于廷婉也没有办法相看的时候扒对方的衣裳呀。李莲是最后一个走的。你从胡家带来的被子我看着薄，夜里冷，多烧些柴火。哎呀，家里这几日忙，我也就没出门。可你的事儿我都记在心上呢。明儿去吴屠夫那边拉猪，我和他提提你，要是他愿意我让他尽早抽出空来见见你。于廷婉一听这话，心安了，告别了李莲，他回了屋，关好门栓，这才有机会好好打量这间老屋。于廷婉里里外外擦拭，腿上擦破皮的地儿还未结疤，稍不注意就会拉扯到。他动作很慢，可好在也不赶时间。这里以前是有人住的，虽没有设灶屋，可于廷婉也在角落找到简易的锅，破的，但底部没有问题，将就还能用。他洗干净，煮了一些热水，打扫好都是晌午了，于廷婉也跟着热出一身汗。婶子怎么来了？我是来给你送些吃的。吴大婶掀开篮子上头的布给他看，里头有好几个粗粮馒头。于廷婉便猜出他的来意。多亏你提醒我那儿媳了，要不然就要出事了。那许家小子还真是害人不浅。李正不是赶他们走了吗？怎么还是出事了？是赶了，可那腿长在他们身上呀，磨磨蹭蹭的，就是赖着不想走，还想让你舅母出修屋顶的钱呢。于廷婉暗忖，王氏这个铁公鸡怎么会肯？当时急着赶路，我也没多留意，这本来都好好的，可没出村子，前面的石寡妇家里突然就窜出一个人来，就往秀芬的身上撞啊！哎呦，这要是撞到了那还了得，好在有我陪着，要不是我力气大呀，要不是我拦得快我呸，那狗娘养的玩意儿，他们许家上下都懒得跟，小小年纪就当贼，把石寡妇的钱袋都给偷了，要是秀芬肚子里的孩子出了事儿看我不打死他。你呀也别跟婶客气如今住外头没粮食，你吃啥呀？婶儿最会做馒头了，你尝尝，回头我们秀芬生了，一定要请你到家里头吃饭的。于廷婉笑笑，那个时候她早把自己嫁出去了。慧娘，这是又要去送饭呐？对了，你家阿郎如何了？
钱大夫说啊，再过些时日稳定些，就能搬回来养了。哎呀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要是撑过去啊，回头送去镇上医馆，人要是好了，你也就有指望了，不是？对了，这个是婉娘，是胡大柱的外甥女，昨儿啊刚搬过来的。知道你忙，回头等阿郎搬回来了，你也得闲了，可得多多来往。谁不知道魏家阿郎的能耐啊？那可是战场上待过的人，住他家隔壁啊，谁还敢打你的主意啊？这不方便吧？也没什么不方便的，只是这孩子吧，他非说自己不是阿郎。啊？我就问他，那你不是阿郎是谁呀？他怎么说呀？他就沉默了。你看，打不上来了吧？哎呀，他也不认我们，可他转头就把枕边的平安符挂脖子上了，再然后怎么都没个笑脸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还想走，不过吧，这人还没从床上爬起来，就被钱老头给摁回去了。这孩子吧，应该是那日从山上摔下来，把脑子给摔坏了。哎，还记得吗？你6岁那年呐，和同龄人打架，没打赢，还磕碎了一颗牙，是一路哭回来的。魏昭一眼不眨地看着床底，那真是个孬种。你呀，最爱哭了。自魏昭父亲离世，他就不知眼泪是什么了。魏守忠说什么，他都无动于衷。哎，喝药！你小子不是魏家军的吗？等身子好了，魏将军的棺椁经过泽县的时候，你还能去磕一个。他磕他自己。那魏将军可是顺国公府邸的独苗苗，听说死讯传入上京，顺国公夫人直接就病倒了。圣上痛失爱将，为这事儿还罢了好几天的早朝呢。魏昭眼神空洞。钟永侯世子不肯信，红着眼把报丧讯的将士给揍了一顿，说魏将军从他这儿借的银子还没还呢。魏昭眼珠子动了动。那魏将军还会穷到外头借钱？哎，都死无对证了，还不是那世子随便瞎说呀？哎呀，消息传开以后，不少有头有脸敬仰魏将军的人寻上钟永侯世子要讨个公道，不许他污蔑。可钟永侯世子说，那钱是用来改善魏家军伙食的。追过去的人都感动得跟什么似的，说魏将军的确无私，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。没过多久，不少人借着魏将军的名义登门帮忙还钱呢。还魏昭嘴里终于溢出一丝冷笑，不用猜也知道了，萧怀言这家伙来者不拒，死人的钱都赚。我就不刻意介绍了，大家都是实在人，你们也都到了成婚的年纪，不必走虚的。老头子，外面衣裳洗了还没晒，你过来帮帮我。他有意让两人说说话，不怕单独留两人在屋里会怎么样，毕竟门开着，在院内可以随时盯着，行事也算妥帖了。你会做饭吗？会做饭。我烧饭不太好吃。吴屠夫过来以前，本想着姑娘还凑合的话，就把事情定下来，两人相互不嫌弃。家里有了婆娘以后，一日三餐也有了着落了。可现在嘛，吴屠夫不敢多看于廷婉，眼里的欢喜怎么也藏不住。我爹娘死得早，这些我是做惯的。那你准备出多少聘礼？那你要多少啊？我这次出门就带了3两银子，你看够不够？在西林村，3两银子已经够体面了，可他有些后悔，早知道应该多带些银子出门的。我是没有什么亲戚，平常也不和邻居来往，家里有3间屋和1间灶屋，院子里面有井，挑水方便。我是杀猪为生的，没田。你要是跟了我，不用你下地。我这些年也存了些银子，减去聘礼，估摸着还有6两，我回头都交给你。他说的口干舌燥，将底儿都透露了，
最后才小心翼翼地问：那你觉着我怎么样啊？年前寻个日子，咱们把事儿办了。行啊，那我现在就去你舅母家。我如今搬去村里的空屋住了。我听说了，那个聘礼该给长辈的。给我就行了，王氏可不会准备我的嫁妆。没事儿，家和万事兴，就全当吃亏了。我也知道他对你不好，可对长辈有些事情不能太计较，这总不能彻底断了来往。娘家也是你的底气啊。他发自肺腑，可于听婉的神情却彻底淡了下来。我想我们不合适。于听婉抬步朝外走，李莲见情况不对，连忙追了出去。他没急着拉人，等和于听婉一块儿出了院子，才追问：怎么了？前面不是才谈得好好的，怎么就聊崩了？我这人性子直，讨厌一个人便是打心底里讨厌。我能搬出来，就不会想着向王氏去求和的。他那人呐，就是一根筋，看重亲情，可也没说错。你要是和他好好说，他还是会站在你这头的。再说了，你还真打算不和胡家来往了？你这孩子气性也太大了，你舅母不行，舅舅你也不要啦。可婆婆，我委曲求全了近10年，够久了。吴屠夫是好人，也是真心实意为我考虑，可那并不是我想要的。想法不合，我不会改，也没必要让他迁就我。不过相看而已，不对劲儿就早些及时止损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婆婆，你再帮我物色物色，越多越好。你当男人是街上的白菜呀。李莲明白了，于听婉下了决定就不会回头了。于听婉告别了李莲，很庆幸吴屠夫没有纠缠。风有点大，刮得脸疼，他把头埋下来。雪天路滑，他走得很仔细。茫茫天地间，孤寂一片。当家的，你可稳当些，阿郎他身上还有伤呢。行，我心里有数。于听婉蹙了蹙眉，朝前方声源处看去，远远瞧见魏守忠拉着驴车过来。阿郎啊，咱们村这些年呀都没怎么变化，你多看看，没准就想起来了。魏昭眸色沉沉，这些时日他的耐心已经被这对夫妻消耗殆尽。这两人认错人，不惜砸锅卖铁也要攒钱带他去县城，就不怕钱花了他照样救不回来吗？他要是想活着，就不会落到如今这个地步。同样，他要是想死，谁也拦不住。你还不知道吧？咱们如今住在村委，不和你奶他们在一块儿了。这些时日在钱大夫那儿，你要能看得出来，你也一定是急着想回家看看的。魏昭不想，他唯一想的就是让眼前这两人别管他了。听着妻子的话，魏守忠眼里也有了笑意。本以为儿子战死，女儿又出事了，他和婆娘曾一度想不开，如今阿郎回来了，日子也有盼头。对了，咱家养了几只鸡，都能下蛋呢。娘呀，每天给你煮一个。阿郎想不想吃鱼啊？娘回头让你爹去河里看看能不能逮到鱼，娘用豆腐给你炖汤喝，好不好？魏昭依然眼神空洞，没有回应。家里这些年也没攒什么积蓄，但我和你爹商量好了，等回头忙完了春耕，你爹他就去码头搬货，娘呢就编些筐子，县里赶集的时候拿去卖。要是没有姑娘看上你啊，咱们就多攒点聘礼，他们看在钱的份上，也一定愿意和你好好过日子的。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可魏昭照样没反应，他好像就没有什么在意的事。就算有人这会儿指着他的鼻子骂，魏昭也不会不，他会拉着那个人一起死。